程内全程3000马赫。常见1000个是他们最新的高音速巡航导弹，以它的大小去反推它的射程的话，可能超过4000公里。这个轮式的很明显就是拿来打城镇战用的，而且又小，它适合在巷弄里面。ZRZ 看起来比较像侦察车，因为上面有相当数量光电的侦察器具，这特别适合台湾的环境，因为台湾的道路四通八达，那台湾反而是没有类似的装备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无人机的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很像我们在陆海航展上面看到的叫极境狩猎者 Silent Hunter， 它最大的特色是它竟然是架在东风卫士吉普车上面，它用一辆这么小的车就有足够的电量去支撑一个激光武器的发射，所以我说他们在这个电的上面一定有相当大的突破。台湾这边一直在讲要搞什么无人机国家队等等这些，实际上大陆也都已经准备了相当多的反无人机的措施了，他们是同时在生产矛跟盾。这个具体的操作是一旦侦测到这种有无人机来袭的时候，第一道的防线它应该是用通讯微波梗，它就是类似用相控阵雷达的技术，它可以发射出非常强的微波，无论是干扰对无人机的通讯，或者是说甚至看能不能直接用比较强电波直接去烧坏无人机里面的电子元件，这是第一道防线。我现在讲的是针对是比较小的无人机，因为再大的无人机的话会有比方说像红旗17这个等级的防空飞弹。第二道防线的话就会是625 FK3000，625是中间那个第二张图有加特林炮的，那个是加特林炮的瞄准系统，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声控阵雷达，它会先指挥，它上面有带4颗飞弹，会做第一波的拦截，再来是用的625的加特林炮去解决，再搭配 FK3000，它最厉害的是它上面有96枚的反无人机的导弹，是那种微型导弹吗？它的那个导弹去年在珠海航展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它相对来讲比较小的，体积非常的小，所以它才能做到对无人机几乎是1对1的攻击，所以它一次需要带96个，这个摆明了就是准备应付风警。它如果说飞弹打不到，不然它还有一个30米的气炮，我觉得它除了打无人机之外，我觉得它的效果也许比较更像在自卫，它打软性目标是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记得去年在讲 FK3000的时候，它除了它本身这辆车之外，它另外旁边可以再带小型的无人车，然后来提供更多的导弹的发射。那我们进入无人装备的部分。什么叫现代化作战？这个已经不是普通的现代化了，这已经有一点超现代化了。第一个是 ZRY 星坦，它那个炮塔本身就有一定的装甲，加上它上面有感测器，然后它本身是带巡飞弹加上反坦克导弹，所以它是可以对付一定程度的目标的，不论是坦克或者是说你是加固的防御碉堡等等这些，它本身是有足够的火力来应付这样的情况的，而且是在你的步枪距离之外，它就可以先以巡飞弹处理一个坚固的防御工事。它本身还可以有机枪，它本身上面看起来是 T.62 的机枪，因为它看起来口径比较小，它可以做一定的火力的压制。它这个等已经到了步兵接战的程度才会用这个了。对，就是已经要轮到步兵上的时候。但这个可以有效的减少人员伤亡，因为你这个火力压制不会有白痴士兵冲去跟他打，这个打是没有意义的。好，当他在500到800公尺之外跟你接战的时候，你一般的士兵你使用的是3孔对准心的时候，他可以先发现你，他可以先对你发动攻击啊。我是不知道大家当过兵多少有打过，比方说类似像排战斗攻击，比方说类似像300公尺的长度的话，可能大概差不多在175公尺，你想要对敌方做攻击的时候，那你用透过3孔在对敌方做射击的时候，事实上那个精度没有你想象的好。那你要想打到一个这样的东西，除非你是挂了狙击镜的狙击枪，你才也有可能够得到类似像这样的轻弹。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下面一个 ZRZ， 它有一个8轮的，看起来这比较像是一个侦察车，因为上面看起来就是有相当数量光电的侦察器具。然后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你说什么在路上竖汽油桶，它有一个工兵车，无人的工兵车，它就是可以用来排除障碍的，对人民完全没有影响。它可以靠这种无人的工兵车来现在处理路上的障碍，那你把它炸了就炸了呗。这个轮式的很明显就是拿来打城镇战用的，而且又小，它适合在巷弄里面。这特别适合台湾的环境，因为台湾的道路四通八达，那台湾反而是没有类似的装备的。但我有一个问题哦，对吧？为什么是黄色？一般来讲，会用黄色的是属于北边、西北边的，或者是新疆啊、西藏那边的涂装。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他们好像部队是用这种土黄色为底的迷彩或涂装，然后东部战区、南部战区的话，就比较是用以绿色基底的迷彩的涂装。所以其实这个涂装很可能是西部战区调过来，它本来是来反恐。不是哦，我觉得它主要的目标反而不是那个哦，反而比较是面对俄罗斯那个方向哦，或者甚至是印度那个方向哦。因为我是几乎年年跑新疆的人，你说新疆现在还需要反恐，说实在的，真的没什么必要。新疆现在那边一片祥和，对付印度是比较有可能的。那个是珠海航展上的，几乎你看到所有的武器涂装都是沙漠色为底的，那个真的就是要卖给中东大户看的。然后最后就是那个携带无人机的山猫车，它
可以用来做人，可以用来运设备，上面可以载各种不同的武器。那时候在珠海航展的时候，上面可以摆120的迫击炮，改了之后用来做装无人机的无人机发射平台。大家知道那个无人机它其实是有通讯距离限制的，很多的这个无人机的部队都是在过于前线的地方操作无人机，被对方侦察到的时候很容易被一锅端掉，等于中继站对吧？我要操作它的话，我可以在更远的地方。它那个车本身上面带天线，所以它绝对有当中继台的功能。再来海中，第一个是这个 HSU-100 无人潜航器。那这个 HSU-100 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效果应该就很俄罗斯的那个神核子动力鱼雷。我这次去美国的时候，有跟一个在华府跟智库那边有合作的一个朋友联络，跟我透露一个秘密，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在南海的时候，有一艘美国的海狼级不是被撞了个洞吗？然后他不得不在南海浮起来，他们在预判很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干的。这是严重事件如果真这个东西干的话，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在水下的时候，你只能靠声呐，你不可能靠雷达。基本上在水下通信的时候，潜艇它需要拉一个非常长的天线到接近海面的这种高度，然后用超长波通讯。你在水下要侦测到一个这样新的水下的载具的时候，第一个你必须要能够识别它的声纹。那它如果本身它的噪音够低，那你一个比方说海狼上面的这种声呐源，当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到底听得出来这是一艘新的无人潜艇还是一条鲸鱼？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是为什么美国在不论是北海那边或者是说伊岛链这边，它必须要部署水下听音器的原因。这样子的话，就是大陆如果这边出了任何新的水下载具的时候，它能够识别得出来它到底是一个新的东西，还是一个既有的在它的声纹资料库里面已经存在的东西。这个是这次的重头戏。第一个是长剑20A， 经过不断的演化之后，这个长剑20A 它可能有射程超过1000公里。那另外还有一个鹰击 18C， 鹰击18本来是055或052D 上面主要用反舰导弹，那它把它魔改之后，以它整个的构型来看，它前面有一个斜切角的部分，特别用红色框起来的，那看起来像是一个光电口，表示它这个巡航导弹本身可能在空中，它可以随时根据光电口回传的资讯，它随时可以改变打击目标的。因为在过去的巡航导弹的话，是输入目标的坐标之后，它理论上它就是只能够针对目标这个方向飞过去的。那这个看起来的话，它是可以，你既然在空中可以随时看到地面上的情况，看起来它这个是可以随时改变打击目标的。长剑1000的话，这个是他们最新的巡航导弹，而且他在介绍的时候，他特别讲说它是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也就是说它是全程都是用高超音速在做飞行的。大小以它的大小去反推它的射程的话，可能超过4000公里，而且是全程做高超音速飞行。就是3马赫以上的飞行。它是在大气层内飞行，还是它会突破大气层？大气层内，大气层内全程3马赫，它的高度也许会高到平流层顶吧。你要大气够稀薄的地方做高超音速飞行的，相对来讲阻力比较小，而且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热。星雷1的话，这个就是空射版。本来我那时候看到第一眼说，这个怎么可能会是巨浪1？长得就完全不像。后来听他解说，哦，原来这是惊雷，这看起来就很像他把东风15改成了空射版。这个也是要靠轰6上去拉了吧？这一定只有轰6，这一定得靠轰6。那另外一个最让西方专家看到会吓的，应该是下面的巨浪3，因为在过去的话，就是大陆这边的潜射弹道导弹的部分，以前的巨浪2就是有一点射程不足嘛，好像只有7000还是8000公里，所以你的潜艇变成要推进到离美国的海岸一定的距离。那现在有这个新的巨浪3的话，它的射程可能就有1万到12000，它就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比方说像南海也发射。最让人惊艳的就是东风61，直接从东风41跳到东风61，真的很扯。大家还记得之前他们试射的那个有12000公里的那个是东风31AG 嘛？那以它的这东风61的大小的话，看起来这超过15000公里是没有问题。这是最让大家惊掉下巴的，就是这个直接从东风41跳到了东风61。下面有一个比它小一点的，就是东风31BJ， 像之前那个打的那个是 AG， 这个已经是 BJ， 最后面就是最重要的全球覆盖的东风5C， 分成了3节展示，大到车子已经拉不进去了。对，一节车拉不进去，它分成了弹头、弹中跟后面的助推火箭的部分。那时候看到，本来只有看到第一节弹头，奇怪，怎么搞了一个很像阿波罗太空舱的东西出来？看到后面，哦，原来全部整个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东风5C， 这个绝对是发射井发射的，而且以它的射程的话，它就算是放在新疆啊、放在甘肃啊，或者甚至青海的山里面的话，都是全球涵盖。藏在这种地方的话，绝对比那个美国那种放在大平原上面要难打得多。